大家好，我是杨师傅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地府。不过别怕，不是要吓大家。小时候钟馗老爱跟我讲这些东西，我可爱听了。什么奈何桥、孟婆汤、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，什么六道轮回、18层地狱，钟馗为什么要抓鬼？什么是六朝判官、十殿阎王？投胎之前为什么要回头望一望？听我讲完这些东西，你就心里有数了。首先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地府里的各路鬼差长得都奇形怪状，但其实他们都蛮可爱的。比如说黑白无常，人过世了之后，最先见到就是他俩。他俩生前是一对结拜兄弟，名字都很好听，白的叫谢必安，黑的叫范无咎。寓意周谢神明者必安，犯法作恶者无咎。说他俩呢，有天在桥下躲雨，谢必安说：“我回家取伞，老弟啊，你在这里等我。”结果等他回来，发现河水暴涨，范无咎被淹死了。谢必安心痛不已，大喊一声：“来自在座好兄弟！”然后就在桥下上吊了。阎王爷一看，行啊，你俩傻是傻了点，但情深意重，那就封你们为鬼差，负责接引工作吧。所以人过世了之后，他俩就负责来接。俗话说啊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没有他们接不走的。不过有些读过这些书籍的一些小伙伴、一些朋友、一些专业的人士，你们估计会心想，那我硬赖着不走不行吗？不太行啊，那地府就得出动特派专员了。谁呢？钟馗。钟馗就是专门对付厉鬼的。其实钟馗生前也是个读书人长得还帅，但他有天被野鬼上身，结果改变了相貌，变丑了，然后导致他科举落榜，气得他一头撞死了，并且发誓死后要捉尽天下的小鬼。钟馗这榜大妖员，一看就不是吃素的，谁敢惹他好吧，还是黑白兄弟看着好说话一点。那黑白兄弟黑白无常，好，小黑小白接上了，那咱们去哪里呢？不是直接去地府而是要先到当地的城隍庙。城隍庙是地府在人间的前哨，所以人过世了之后要先到城隍庙，走个流程，把阳间的户口注销，注销之后才能正式上路。接着就来到大名鼎鼎的鬼门关。鬼门关是阴阳之间的分界线，一旦过了这道门，可就真的回不来了。所以很多大难不死的人都习惯说一句：好险鬼门关前走一回。到了鬼门关，黑白兄弟的工作就算完成了，他们会把亡魂交接给另一组同事，谁呢？牛头马面。因为过了鬼门关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，这条路叫做黄泉路。白居易有句诗说：上穷碧落下，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。黄泉路上一片迷雾，游魂特别多，捣蛋鬼也特别多。牛头马面长得比较壮，有威慑力嘛，所以由他们负责安保和押送。然后接着走到黄泉路的尽头，有个休息的地方叫望乡台。亡魂走到这可以回头，最后看一看人间的亲人，因为再往前就彻底看不见了。我小时候听钟馗讲望乡台他讲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这地府设计的还蛮有人文关怀的，挺好的嘛。过了望乡台就进入地府的中枢系统，大名鼎鼎的十殿阎罗，所有亡魂都要挨个过堂，怪紧张的。过堂时间分别是去世到头七到七七，然后百日、1年、3年，一共10次。每个殿都有个主管的阎王老爷，第一殿叫秦广王，第二殿叫楚江王，第三殿叫宋帝王，第四殿叫武官王，第五殿叫阎罗王，第六殿叫泰山王，第七殿叫变成王，第八殿叫都市王，第九殿叫平德王，第10殿叫转轮王。听名字大概应该猜出来了，最核心的就是第5殿的阎罗王，所以民间他名气最大，每个殿流水作业，独立审判。但判案嘛，光靠老爷一个人也不行，所以还有个秘书叫做六朝。六朝就是天地人神鬼畜，相当于6个秘书处。六朝的小组长就叫六朝判官，判官手里有2个宝贝，一个叫三生石，一个叫生死簿。三生石上记录每个魂灵的前生、今世和来生，生死簿上记的是功劳和祸福。阎老爷判案依据的就是这2个档案。好，那等轮到最后一个殿
就是转轮王。那这恭喜，审判的流程就差不多结束，可以进入转世流程了。根据罪行大小18层地狱走起，相当于服刑改造了。但注意哦，18层地狱并不是真的有18层，它指的主要是改造的时间。第一层改造时间最短，越往下越长，到18层基本就按1年起算了。多大罪过啊！不过也别担心，改造期间会有个大菩萨来度大家，谁呢？就是地藏王菩萨。他有个名言，大家肯定听过：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主要负责心灵的救赎。好，改造完毕就可以投胎了。来到奈何桥上，孟婆在熬汤，喝一口，忘掉所有，然后进入6道轮回。6道是指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。阿修罗呢，就是半人半神，还有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小时候觉得投胎成人最好，长大后才发现，其实做人才是最辛苦的。以上就是地府的全部流程。但还有个问题地府是谁创立的呢？地府的创办人是后土娘娘。我们常听一个词叫皇天后土，指的就是她。后土娘娘被称为大地之母，属于创世神，相当于董事长。但他不参与地府的日常管理，他交给立位老哥，叫风域大帝。风域的意思就是幽灵之地，风域大帝相当于 CEO， 主要抓地府的全面工作。不过老百姓觉得这个风字不好写，也不好认，于是老百姓呢就给风域大帝安排了一个兼职顾问，叫东域大帝。东域大帝是秦山省老百姓对他比较熟，所以就托他偶尔监管一下地府，拜起来也方便嘛。所以地府的架构就是3级制，最上面是董事长后土娘娘，下面是 CEO 风域大帝和兼职顾问东域大帝，然后下设10殿阎罗，相当于各部门经理很清晰钟馗以前跟我说，所谓阎罗其实是老百姓心里的那杆秤，10殿轮转功过有部，阎罗殿前成何放过亏心之人。所以地府其实是人间的一面镜子，那些我们所害怕的其实都是别人朝思暮想的人